嗯。你这傻笑什么呢？心浮气躁，有好事啊？是挺好的事儿。我最近接了一桩生意，还是桩大生意，幽州来的商客，一出手就是8000个牛角，2万件革褂，6万件短皮衣，还有无数的零散货品。我估摸着是1周的军需物资。这样的好事，由我一个人全权经办。哦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光这首单，你猜能挣多少纯利？多少？3万两。？3万两还嫌少？3万两，那也就是小爷半年的零花钱。那能一样吗？你那是爹娘给的，我这个是自己挣的，能比吗？你这不还没挣到呢？你觉得我挣不到？我今天跟那个周老板相谈甚欢，很快就会定下来的。你真就觉着这生意这么好做？我跟你说，单子越大，变数越大。6月天商客连，谈得再好，说变卦就变卦。一日不纳定金，这事一日就定不下来。就算是纳了定金，要是盘算错了关节，到期交不了货，那别说是赚钱了，还得倒贴人家钱，还挣3万两，你不给家里面赔钱就不错了。那就算是这样，只要我努力，办法总是会有的。别说是3万两了，就算是10万、100万，我也能挣。我有信心。100万？哦，有信心是好事。哎，哭了？不是，你为什么哭呀？你我根本就没信心。啊，没信心就哭？那我不想赔钱，这么大一笔生意，这让我赔我怎么办？哎呀，赔就赔了，咱们俩有的是钱。我不想赔钱，我想挣钱。挣都挣，把这个钱都挣。可是我又怕我做不到，他们看我年轻，都不听我的，也不配合我。这几日我上门询价，连个人都见不到。那你今日为什么不和你娘说实话？他只要一开口，那些老掌柜都不能懈怠。不能一上来就让娘替我出头，这样他们以后更不会服我了。还挺有志气。这不是有志气，那是什么？哎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你呢，想证明自己，怕娘亲失望，所以就逞强了，是不是？你呢，希望自己能行，是块经商的料，但毕竟没做过，心里直打鼓，是不是？你呢，希望别人心里踏实，就装作自己能行，但这牛吹出去，事情又做不了，没法收场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谁没个赶鸭子上架的时候？我不也是一脑热就答应你要抛弃功名吗？是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。
原来你今日这么用功读书，是为了我，怕我失望。也不能这么说吧，大丈夫嘛就要一言九鼎。其实以前我学业不差，再温习而已。顾九思，谢谢你。刘若，咱们要不要打个赌？赌什么？就赌你当上柳老板，赚他个100万两；我呢，金榜题名，考中解元。你中解元？怎么了？你不信？信？其实不太信。不信就赌啊，看是你先赚上100万，还是我先考到解元。赌就赌。这样，咱们呢，谁先达成目标，谁才有资格提出和离，怎么样？这赌约总得有个赌注嘛。好，我一定早日挣到100万。也不急，慢慢挣，慢慢挣。顾九思，你别小瞧我。我哪敢小瞧你呀？那全扬州城谁不知道我顾九思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你这大刀女侠。你不仅会用刀，你还会哭啊！一哭我这汗毛都竖起来。我听见这水流就想起你那哭泣的眼眸，真是落下病根了。行，你中解元，我挣100万，说定了，击掌为约。好，击掌为约。少夫人醒了，您这些日子总是烦心，难得能一觉睡到天明。郎君呢？上学去了，没有人叫，自己就早早起了床。临出门时还边吃早饭边看书呢。啊？嗯。这是什么？锦囊。做生意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。你身在扬州，嫁进我家，又得了我娘的赏识，天时地利你有了，至于人和嘛，小爷我有办法，助你各个击破。木料行的马掌柜，新晋擢升，资历最浅。别的老狐狸或许真想治你个下马威，他却未必。他眼下最想要的是靠山，你只需避开其他人，私下略显拉拢，他便会前来迎合。少东家，哎呀，前日啊，都怪通报的人没有说清楚。要知道是少东家您的传召，我就是不睡觉也能挤出时间来见您。生丝行薛掌柜的儿子薛满才是铺上的富商，他还欠了我80两赌债还不起，不敢让他老子知道。薛掌柜拿架子，你不妨找他儿子，略提一提赌债的事，保证他什么都给你解决。少东家，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，我保证都能给您办妥。牛河铺的高掌柜是个德高望重的老者，他不来见你，恐怕是真的脱不开身。那你便虚心上门，做足晚辈的礼数，等他腾出空来，他必知无不言，尽心尽力。少东家。
算。我知道了。哎，您看这个，我进800担，可以吗？邵夫人，以小人之见呢，可以进900担，多出100担来作为库存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少夫人，咱们都快跑多少家了？全扬州都快让您跑遍了。这种看货比价的小事儿，让下人来就行了。以您的身份，何须亲自奔走啊？你不懂，这事儿不能交给他们，他们就是觉得我年轻不懂行，所以不把我当回事儿。我就非要多走多看，弄不好这些小枝节就永远当不了大老板。哎，停车！公子，少夫人，柳玉茹，上车。你怎么累成这样？没吃晚饭？哎，我的点心。哎，别说晚饭了，我午饭都没吃呢。萌萌了。顾九思，你功课做了没？做完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晚上回去可是要抽查的。行，查，慢点吃，噎着。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赚钱？当然了，我的100万两在远方等我呢。哎，前面停车！停车！咱不回家吗？我城北的街铺还没去呢。那我送你去不？哎，不用，就2步路。哎，这个再拿一块。走了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哎。今日啊，有件怪事。朱学究写信给我。哦，莫不是九思又在书院里闯祸了吧？他闯祸那就不是什么怪事了。也对，那就是朱学究嫌他冥顽，又请辞不肯教他了吧？朱学究写信夸他了，说他近来可谓勤学苦读，功课突飞猛进，一日千里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啊？夸我呢？啊。玉如无礼，想先行离席，回去重算一笔账，请公婆准允。啊，去吧，我们家没那么多的比较规矩。哎，饭也不吃啊？修仙呢？柳如，吃你的饭。成了。十有八九。今日周老板看了我的样品，很是满意，林林总总都谈妥了，说好了，明日就来签字画押，缴纳定金。那恭喜恭喜！这里有你的功劳，明日事成，我在翠明楼摆宴，算是答谢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请你，就当是庆功宴。不行，这个你不能跟我争，毕竟明日开了张，我就是柳老板。好，恭敬不从命，恭喜柳老板，恭喜，恭喜！哎呀，柳老板，你早点睡吧，
明天可是你的好日子呀！哎呀，哎，不对，怎么了？我要再去多备一份画押用的朱砂，然后再检查一下我的私钱有没有带上。魔怔了吧？昨日不都说好了吗？顾夫人，周某也是十分抱歉。无妨无妨，我只是想请问，为何要变卦？毕竟像这样的大宗采买，还是顾家商号最宜承接。确实如此，可昨日的确有商人带来了样品，而且货品的价格还比你们家低了2成半，同时还会提早1个月交货。扬州除了顾家，竟还有这样雄厚的商号。扬州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，周某也确实大开眼界。少夫人，说句实话吧，周某更想与顾家合作，因为顾家值得信赖。但是幽州极贫，财力有限，我只能暂时观望，所以签字一事也只能从长计议了。少夫人，是周某失言在先，惭愧不已。周老板客气了，在商言商，理应如此。周老板千里迢迢来到扬州，我也希望您可以满意而归。多谢少夫人，周某先行一步，抱歉。对了，周老板，还想请问，与您洽谈的那位商人是？陆子商，谁呀？我怎么没听过？总之就是这号人横刀抢走了少夫人的生意。这庆功宴，少夫人肯定是不会来了。他怎么了？叶红说，少夫人从早上到现在一个人在房间关着，闷头冥思苦想，估计是想对策的吧。低2成半，早1个月。这骆子商是什么来头？少夫人，说是有个骆公子递来拜帖，要您去翠明楼一叙。骆公子，高公子，您这边请。九思啊，你可算是出来了。哎，现在要在书院外边见你一面，可太不容易了。哎，话说你今天是用什么金蝉脱壳的妙计躲开了这母老虎？什么母老虎？找你们俩呢，是想请你们帮忙打听个人。这人的名号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头绪？谁啊？什么人这么神秘啊？骆子商。笑什么呀？认识？九思啊，看来你是被关太久了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你可知道啊，在你不在江湖之战期间，咱们扬州城的第一花花公子名号已经换人了。你猜猜是谁？就是这位骆子商。正是。这人什么来头？